大家好，我是二手书皮。今天我要大家分享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，它就是摩根·豪塞尔写的《金钱心理学》。这本书不是一本枯燥的理财教科书，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来探讨我们如何看待金钱，如何做出决策，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。作者摩根·豪塞尔是一位资深的金融作家，他曾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和《福布斯》杂志撰写专栏。这本书出版于2020年，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，销量超过200万册。他告诉我们，理财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有多聪明，或者你掌握了多少复杂的公式，而是取决于你的行为、你的心态，以及你如何应对不确定性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金钱诱惑和压力，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，帮助我们审视自己。接下来，我就结合书中的核心观点，和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来聊聊金钱背后的心理学原理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113字，补足到140字范围。首先，我们来想想，为什么不同的人对金钱的看法会天差地别。书中开篇就指出，没人是疯子，每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都是基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形成的。比如，如果你出生在大萧条时期，那时候美国经济崩盘，失业率高达 25%， 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，你就会变得异常谨慎，宁愿把钱藏在床垫下，也不愿冒险投资。相反，如果你成长在经济繁荣的婴儿潮时代，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，那时股市年均回报率超过 10%， 你可能会更乐观，更愿意借钱消费。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，二战后的美国一代人，他们亲眼见过通货膨胀如何吞噬积蓄，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投资股票和房产，而不是单纯存钱。这让我联想到我们自己。在中国，许多80后、90后的父母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，他们经历过物资短缺，所以总是强调省吃俭用。而年轻人呢，我们赶上了互联网时代，电商平台到处是买的诱惑，信用卡花呗随手可用，结果很多人月光族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根据最近的数据，美国平均家庭储蓄率只有 7% 左右，而中国却高达 45%。 这背后的原因正是文化和经历的差异。中国人更注重养老和教育储备，这是一种从历史中学来的智慧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时，往往会觉得他们疯了。比如你看到朋友买了豪车，你可能会想太浪费了，但对他来说，那可能是庆祝事业成功的奖励。书中提醒我们，理解这些差异能让我们更宽容，也更理性地管理自己的钱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妨深入探讨运气和风险在金钱世界里的角色。书中强调，成功往往不是纯靠努力，而是运气和风险的混合体。拿比尔·盖茨来说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微软的创始人，超级天才。但书中指出，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巧合。他就读的高中是全美少数几所有电脑的学校，那时候电脑还是稀罕物，这让他早早接触编程。如果没有这个运气，他可能只是个普通律师。同样，风险就像运气的好兄弟，随时可能翻脸。书中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叫杰西·利弗莫尔的投机天才，他在上世纪20年代股市大赚，但最终破产自杀，因为他忽略了风险的尾巴。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类似情况，比如2020年的疫情让许多小企业主一夜倒闭，而那些提前布局在线业务的却意外暴富。这不是智商问题，而是运气。数据显示，华尔街历史上 80% 的交易员最终亏损，因为他们把短期运气当成了永久技能。书中用数据支持，从1900年到2020年，美国股市的年均回报是 7.5%， 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好的10天，回报会降到 3%。 这告诉我们别过度自信，风险总在暗处等着。回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买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，但我们还是会买，因为我们高估了运气。相反，买保险时我们又低估了风险，结果很多人裸奔式生活。理解这个能让我们更谦虚，制定更稳健的计划，比如分散投资，而不是 all in 一只股票。但即使运气眷顾，
如果你不懂得够了的艺术，一切都会化为泡影。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永不知足的陷阱，它像一个无底洞，吞噬着人们的财富。作者举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华尔街高管，他们年薪100万还不满足，非要搞杠杆投资，结果一夜破产。有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个叫伯尼。麦道夫的家伙运营了史上最大庞氏骗局，骗了650亿美元。因为他总觉得钱不够多。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这样，看到邻居换了新车，我们就想换更大的，工资涨了，消费也跟着涨。数据显示，美国人平均债务占收入的 90%， 很多人活在月光的边缘。中国的情况稍好，但年轻一代的消费贷也越来越多。2023年信用卡坏账率上升到 2.5%。书中指出，足够是个主观概念，它不是数字，而是心态。如果你定义的足够是100万，那达到后就停手。但如果总和别人比，你永远不知足。想想那些中彩票的百万富翁，70%在几年内破产，就是因为不知足。书中建议列出你的足够清单，比如购买房、养老、教育就行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，他月薪2万，却总觉得不够，因为总看网红炫富，结果他投资 P2P 翻车，亏了50万。反之，那些低调的富人，像巴菲特，他住同一栋房子60年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够了。数据显示，巴菲特的净值在2025年达到1441亿美元，但他的生活方式没变。这启发我们，金钱是工具，不是目标，别让贪婪毁了幸福。当然，谈到致富，就绕不开复合的力量，这可能是书中最鼓舞人心的部分。复合不是什么高深数学，而是时间和耐心的磨砺。作者用巴菲特的例子说明，巴菲特从11岁开始投资，到现在94岁，他的财富 90% 以上是在65岁后积累的。数据显示，他从1950年到2025年的复合年回报率是 22%， 从最初的几万美元滚雪球到1400亿。为什么？因为复合像滚雪球，初期慢，但后期爆炸。书中算了一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你从20岁开始，每年存1万，年利率 7%， 到60岁，你的本金是40万，但总财富超过200万，其中160万是利息。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这个，比如许多人觉得现在存钱太少没用，结果拖到40岁才开始，后悔莫及。另一个例子是罗纳德·里德，一个普通门卫，一生省吃俭用投资股票，死时留下800万美元遗产，全是复合的结果。数据显示，如果你在1929年大萧条时投资1美元，到2020年，它会变成几千美元。尽管中间有二战、石油危机等问题时，我们总被短期波动干扰。2022年股市跌 20%， 很多人卖出，但那些坚持的，到2025年已回本翻倍。这告诉我们，致富不是 sprint， 而是马拉松。结合生活，如果你现在30岁，每月定投基金，坚持30年，复合能让你退休无忧。但很多人追热点，像2021年的比特币泡沫，高点买进，低点卖出，亏惨。书中提醒，忽略噪音，坚持复合，你会赢致富容易，首富更难。书中区分了这2个阶段，致富靠乐观和冒险，首富靠偏执和谨慎。就像打仗，进攻靠胆量，防守靠策略。作者讲了一个故事，肯。费雪的父亲是个投资大师，但他总强调生存第一。结果肯在2008年危机中幸存，而许多同行破产。数据显示，历史上股市每10年就有一次大跌 20% 以上。如果你没留安全边际，就出局了。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创业者第一桶金赚到后就开始挥霍，结果公司倒闭。想想那些明星企业家，像贾跃亭，乐视巅峰时市值1000亿，但他过度扩张，欠债数百亿。相反，首富高手像李嘉诚总留现金储备。书中建议，致富时可以冒险，但首富时要 paranoia， 意思是像偏执狂一样防范风险。比如，保持 50% 的现金比例，避免债务。数据支持，美国百万富翁中 80% 是第一代，他们的共同点是高储蓄率、低消费。结合我们中国许多富豪从房地产起家，但那些守住的都是多元化投资。
每把鸡蛋放一个篮子。生活中，如果你刚买房，别急着借钱装修，先建应急基金，这能让你睡得安稳。尾部事件驱动一切，这是一个反直觉的观点。书中解释，大部分结果来自少数极端事件，而不是平均努力。就像风险投资，99%的项目失败，但1%的大赢家，如谷歌，就能覆盖所有损失。数据显示，硅谷从1970到2020年投资回报的80%来自不到5%的公司。生活中，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这样，大部分日子平淡，但一个机会或危机就能改变一切。比如疫情让远程办公兴起，许多程序员薪水翻倍，而餐饮业崩盘，这启发我们别追求完美平均，要参与游戏，多试错。书中举例，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后跌了 78%， 但到2025年涨了10倍。因为尾部公司如苹果、亚马逊拉动了整体，结合生活。如果你投资指数基金，别纠结短期，就赌那些尾部赢家。很多人错过，因为怕风险，但不参与就零回报。金钱的最大价值是自由，它买回你的时间和选择。书中说，财富不是买豪宅名车，而是能说不的权利。比如一个医生年薪50万，但工作每周80小时，他不自由。一个自由职业者年入20万，但能随时旅行，他更富。数据显示，幸福感和收入的相关性在年入7.5万美元后就平缓，因为多余的钱买不到时间。作者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渔夫每天钓鱼够吃就行，拒绝了商人的扩张建议，因为他已自由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为钱牺牲时间，加班到秃头，结果健康没了。想想那些职场妈妈，为了高薪错过孩子成长，后悔不已。书中建议，计算你的时间价值，比如时薪100元，别为省50元排队2小时。数据，美国退休者中 70% 后悔没早点退休，因为钱够了，但时间没了。中国年轻人也这样，996文化下，许多人烧尽青春，理解这个。你会优先投资健康和关系，而不是盲目攒钱。炫富的悖论很有趣，书中说，你开豪车出门，路人羡慕的是车，不是你，转头就忘。作者叫它豪车悖论，本质是炫耀给别人快乐，自己空虚。数据显示，奢侈品市场2023年增长 8%， 但购买者幸福感没升。生活中，我们刷抖音看到网红晒包，就冲动消费，结果负债。书中举例，一个亿万富翁匿名捐款，因为他知道炫富会招嫉妒。结合我们，许多人买 iPhone 分期，就是为面子，但内在没变。像银行里的数字，不是街上的展示。财富是你看不见的部分。书中强调，真富人低调，花钱在资产上，不是消费。数据显示，平均100万富翁开车是二手车，住普通房，因为他们懂复利。作者讲了一个清洁工的故事，他一生存前投资，死时捐了700万。生活中，我们总误判别人富，因为只见表面。想想那些隐形富豪，他们开车大众，但有千万房产启发。别模仿表象，专注积累。储蓄是控制命运的杠杆。书中说，储蓄率比收入更重要，因为它不受经济周期影响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储蓄率 45%， 让经济更稳健，而美国 7% 易受冲击。作者建议从小额开始，每月存 10%。生活中许多人说等有钱再存，结果永无止境。数据，如果年入5万，存 20%，10年后有100万本金。结合疫情，许多没积蓄的人失业后崩溃，而有储蓄的转身创业。合理胜于理性。书中说，完美计划不现实，简单可持续的更好。像巴菲特不用复杂模型，就买好公司长期持。数据显示，指数基金年均胜过 80% 主动基金，因为简单。生活中我们总追热门策略，结果频繁交易，亏手续费，启发用常识。别迷信专家，惊喜无处不在。历史充满意外，如1970秒，通胀率 15%， 或2008危机。书中说，预测是妄想。数据显示，经济学家预测准确率不到 50%。生活中，我们计划买房，但房价暴涨，建议
准备弹性计划，留错误空间。书中建议规划时用 80% 预算，留 20% 缓冲。数据显示，家庭应急基金覆盖3到6月开支，能避破产。生活中，许多人满仓股票遇跌就崩，结合2022熊市，坚持有边际的活下来，你会改变人生目标变迁，别锁死计划。书中说，20岁想环游，40岁想稳定。数据显示，职业生涯平均换7次工作。生活中，我们年轻时消费，后悔没早存养老。无事免费，每个决定有隐形成本，如机会成本。书中举例，高薪工作让你孤独。数据显示，追高回报的投资风险成本高。生活中借钱买房，利息吃掉利润。你和我不同，别复制别人路径。书中说，每人故事独特。数据显示，巴菲特风格不适合所有人。生活中，朋友炒股赚了，你跟风可能亏。悲观主义的诱惑，坏消息传播快，好消息忽略。书中说，媒体爱恐慌，但世界在进步。数据显示，从1900到2025，全球 GDP 增长100倍。尽管战争，生活中我们恐慌卖股，错过反弹。当你相信任何事，金钱故事比事实强大。书中说，信念驱动行为。数据显示，泡沫时大家信这次不同。生活中我们信广告，冲动买。一切归一，总结行为大于知识。书中回顾，尾部大于平均，自白。作者反思，金钱较谦卑。通过这些观点，我们看到金钱是心理游戏，结合生活，行动起来定义足够，坚持复合，留边际，你会更自由。感性聆听，我是二手书皮，订阅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